1、2、7，这边起来，我扫地啊！点赞一下，黄金万两。大家好，我是安督工小米。到地方了，前面这个车在干嘛？在消毒杀菌吗？这里是一个大型养殖场、养猪场。走吧，带上我们的工具，一进门先到消毒室，先来个人工具集体消毒。这也太讲究了吧！这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养猪场还得消毒。消完毒，我们去我们的工作现场，说是灯已经全部都到了。哦，就是这些箱子，灯还不少呀。你是早就来了？啊？前面的都是猪棚，20多个猪棚，养猪的，人是进不去的。消毒管理，现在你看这管的多严格，最怕的就是小飞。每个房间2个，10来个房间，20多个灯。大厅这个地方比较空旷，我们就在这里把所有的灯呢组装起来，全部都是吊灯。最简单的就是8头的，有8头的、10头的、12头的、15头的，一共20来个吧。今天全部搞定。原计划我们上午组装，然后下午安装，把这个大单子1天搞定。老板叫过来几个壮汉啊，原来拆了箱子是一个大鱼缸，这个鱼缸有倒到那个办公室里面去。1、2、7，这边起来，我扫地啊！好，下了。他们说这个鱼缸差不多有1吨了，看那个玻璃的厚度，差不多有2公分吧，2公分厚的玻璃。下面这个桌子得承受多大的压力啊！这一个缸1吨，然后再放2吨水，厉害厉害！养鲨鱼的，现在养猪都这么高大上了。还记得小时候不好好上学，父母就会说你，哎，不好好上学你就放猪去吧，你放羊去吧，意思这不是个什么好项目。看看现在，只能说时代发展的太快了。临近中午，摄影师出去搞伙食了。村里面的小卖铺兼饭店，看这个环境就是在自己家里面做。北方农村的小卖铺你们见过吗？哎呀，大姐把饭已经给做好了，我们只有3个人，她给我们拿10个馒头，就怕我们吃不饱。大姐真的是实在人啊！这是个意外的惊喜，原本如果买不到饭的话，可能就买几个泡面了。到这个有太阳的房间，这里面比较暖和一点。这是啥？火锅。我操，这个是。哎呀，这饭挺硬啊！哎呀，全是肉！哎呀，这个饭，你猜这个饭多少钱呢？这一份是15块，15块这个馒头是随便吃，你能吃多少吃多少，能吃5个拿5个，能吃10个吃10个。看这肉，全是肉，15块钱，还是在村里边买东西实惠。你有搞成那个变化？我以为全是肉，下边还有菜，猪肉冻粉条。还设了6个大馒头，拿的太多了，我吃2个。继续开展我们下午的工作。下午的工作就是把所有的灯装起来。这房子也太大了，一个房间要装2个大吊灯。本以为这还是12的啊，人家吊好的顶，肯定做了预埋件。
没想到吊了个石膏板，里面啥都没有，我还得重新做吊杆。幸亏这些东西咱车上都有，如果没有，这不就耽误事儿了吗？不过它这个吊顶呢，也就10公分左右，也不是那么深。快！你看外边这两人是干啥的？扬州都得穿防护服嘛。我们装灯类似这样的情况呢，做吊杆就是和我们装衣架是一样的做法。经常看我安装衣架的都应该知道这个吊杆是怎么做的，还有一个加长套头。安装吊灯呢，我们先把顶部这个部分全部都做好，把电线呢送下来，把那个装饰的布条呢套好，然后我们再挂灯，这样就省事儿。如果对这个环节大家不太了解的话，可以给我留言，有机会呢我详细的拍一个这个灯的顶部那个组装部分和下部这个连接部分，如何一个人把这么大的灯给它装上去。像这样的大吊灯如果太重的话，灯罩就不要先装，我们上去以后再装灯罩。我们全部都组装好的原因呢，是因为第一，这个灯呢不是那么太重，第二呢就是我们要节省时间，毕竟灯多嘛，一天要干完，任何时间都不能浪费。挂好灯，调整好高度，这个多余的链子呢，就是用一个钳子和螺丝刀这么一扭就下来了，因为它没有焊接，很好拆的。这边这个大房间呢是餐厅，这两边呢有2个大的餐吊灯。这边是圆顶，不是做的吊顶，所以这个装的好装一点，全部都是膨胀螺丝固定。像这个灯呢比较炸，太大了，所以灯罩呢就没有提前装。吊好以后，我们再把灯罩一个一个装上去，然后有灯头歪的呢，现场来调整。20多个吊灯，这是最后一个装完了。它这个这个圈圈有点脱胶了，厂家还得做补发。收拾工具，准备回家，天也黑了。唯一遗憾的是，所有的灯啊都没有灯泡，厂家没有发灯泡，他可能要自己买。所有的灯都组装好了，但是没有上灯泡，可能会后期过来上灯泡，或者他们自己买。大厅这里的4个壁灯也装上了，这4个壁灯太漂亮了。这几个壁灯还挺漂亮，唯独这个大灯啊买上了小了，买的大的话今天就一遍装了。本来早就完工了，等老板等了差不多2小时，中间吃完饭等2小时啥也没干成。这地方也没暖气，有点冷。完活了，收拾工具回了。